这个小男孩正走在街上，突然间他遇到了一只巨大的狗，他吓了一跳，决定尽可能大声地尖叫，试图把狗赶走。他喊道：“你这只蠢狗！”但他无法预料到狗接下来会做什么。小男孩对狗尖叫时，要仔细观察狗的反应。汤姆并不总是害怕狗，实际上，他对狗有着真正的热情。自从他第一次遇到毛茸茸的朋友以来，他对狗的爱在他2岁时就显而易见了。但几年后发生了一件事，让他完全以不同的方式看待狗。他对狗的痴迷最终为他赢得了自己的狗，但这不是一只像你期望的小狗。汤姆从他的奶奶那里得到了一只巨大的新芬兰狗，因为他再也无法照顾它了。汤姆的父母为能够收养这样一只漂亮的狗而感到高兴，但他们不确定它是否能够适应。但当狗一进入他们家时，就像它一直在那里一样。狗友好而温柔，很快成为了汤姆最好的朋友。他们2个会一起玩上几个小时，看起来就像是卢西是汤姆的完美狗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汤姆和卢西变得更加亲密。他们会在慵懒的下午一起小睡。汤姆甚至哀求他妈妈让他带他去幼儿园。不幸的是，这不是一个选择，所以汤姆像老鹰一样盯着钟表，盼望着能再次回家。卢西总是陪在汤姆身边，而汤姆爱她胜过一切。然而，当汤姆4岁时，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情。汤姆说服他的父母去森林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和卢西一起散步。但当他们走了1个小时左右时，卢西突然消失了。一个巨大的噪音吓坏了卢西，导致他用力拉开绳子。汤姆的母亲简直无法再继续牵制。然后他们知道卢西已经在茂密的森林中消失了。汤姆试图以他短小的腿尽可能快地追赶他，但是毫无用处。卢西消失了，汤姆心碎了。他会坐在外面数小时，呼唤狗，希望它能回来。汤姆无法理解他心爱的狗怎么会突然消失，几周变成了1个月。汤姆的希望渐渐消失。他的父母试图安慰他，但没有什么能让他感觉好一点。直到最初，汤姆责备自己为卢西的失踪。也许如果他当时牵着他的绳子，当他受到惊吓时，卢西仍然会在这里。他认为他应该为保护他的安全做更多的事情。他不愿意放弃他，所以他开始寻找他。放学后，他每天都会搜寻他。他们在城里张贴传单，他甚至晚上熬夜，希望能听到他在窗户里叫，但什么都没用。汤姆每天晚上都会早点上床睡觉。他的希望慢慢消失，但有一天，一切都改变了。汤姆放学回家的路上，他听到了一阵微弱的吠声，这让他停下了脚步。声音很遥远，所以汤姆仔细倾听，他是在幻想吗？还是真的是他所认为的？汤姆找到了声音的来源，朝着那个方向跑去，希望那正是他所想象的。他穿过街道，走进了一条小巷，吠声变得更大。他觉得这是他一直等待的时刻，这几个月的等待。毫不犹豫，汤姆走进了巷子。黑暗的影子中有一个巨大的身影，是卢西。男孩高兴地喊道。汤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跑向他，紧紧地拥抱着他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问。卢西回应他时舔了舔他的脸。他们都为再次见到对方而欢欣鼓舞。当汤姆更仔细地看着他时，他注意到一些不同之处，但无法准确说出是什么。我们回家吧，汤姆对卢西说。当他重新站起来时，狗已经失踪了3个月，正如汤姆所预料的那样。当他们走进屋子时，他的父母简直不敢相信。但然后他的父亲说出了一些出乎意料的话。那不是卢西，对吗？然后他们注意到，
卢西看起来有点不同，比以前瘦了一些，但考虑到狗在街上生活了3个月，这并不奇怪。他们只是高兴它回来了，所以一家人并没有多想。虽然事情似乎恢复正常，卢西和汤姆玩得很多，他吃了所有的饭菜，像以前一样一起散步。但家人注意到卢西开始表现出一些奇怪的行为，他总是望着窗外，分心不集中。但那不像卢西，他以前能自己打开后门进入后院。最终他们注意到卢西偶尔会从家里溜走。第一次看到这一幕时，汤姆很害怕他会再次离开几个月，但每次他都会在几个小时后重新出现。家人认为卢西可能是躲在财产边缘的灌木丛中。他们的后院确实很大，有很多空间。他们并不知道卢西找到了一种逃离后院并前往他3个月的森林家的方法。他在做什么？卢西的秘密行动持续了近1年，直到悲剧降临到这个家庭。卢西已经是一只老狗了。当他们领养它时，它已经11岁了。它去世了，这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个悲伤的时刻，但汤姆感受尤为深刻。这次，他的最好朋友永远离开了他。他的父母试图安慰他，但他们知道没有什么能取代汤姆与卢西之间的纽带。汤姆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后院，但过了一段时间后，他停下了。汤姆对他的父母说：“妈妈、爸爸，我永远不想再养狗了。他们先是爱你，然后离开你。”看到儿子如此心痛，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安慰他。汤姆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悲伤，但最终他开始表现得像一个典型的小男孩。汤姆玩他的积木，踢足球，在花园里溜达。看到即使是对儿子来说这么沉重的打击，时间也能治愈他，这是令人愉快的。但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。当汤姆独自在房子前玩耍时，或者他认为是独自时，因为有些东西在观察着他。哎呀！汤姆大喊。当他意识到他踢出去的球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时，球撞到附近的篱笆上，滚下了陡峭的街道。汤姆叹了口气，走去捡球。但当他想要拾起球时，他听到了一声低低的咆哮。这声咆哮让汤姆立刻四肢发凉。那是什么？但接着咆哮突然变了，变成了一个高亢的呻吟声，就像是一个处于困境中的动物发出的声音。然后他看到了一只巨大的狗，看起来和卢西一模一样，站在他面前。汤姆吓坏了，他呆住了，但他知道他必须做点什么。他挺起胸膛，用力地对着狗喊道：“卢西！”离开时，所有的愤怒一下子涌了出来。“滚开，你这只蠢狗！”汤姆同时尖叫着，希望狗会跑开，但狗没有跑开。让汤姆吃惊的是，它也没有朝他走来，而是退后坐下，几乎好像在等待汤姆采取第一步。汤姆慢慢的后退。当他注意到狗身上的一些奇怪之处时，他几乎要跑回家了。狗仰面趴下，引诱汤姆伸手抚摸它，这几乎像是他已经认识到了汤姆，尽管从未见过他。汤姆鼓起了身上所有的勇气，走进这只动物。“嗨，伙计，你迷路了吗？”然后他看到了一些让他的心跳加速的东西，瞬间涌上他的身体。“难道这是卢西？”他轻声说道。当汤姆看到狗的眼睛时，他注意到它们有着和卢西一样的湿润圆润。他揉了揉眼睛，以确保自己看到的是正确的。但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，狗依然在那里。汤姆目瞪口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只是站在那里，凝视着狗片刻。他真的是卢西的翻版，但这不可能。他的父母告诉他，卢西离开了，不会再回来。他们是不是在欺骗他？然后发生了一件令人注目的事情。汤姆伸出手抚摸狗的头，狗闭上了眼睛，
靠在了汤姆的手上，这让汤姆突然把手缩了回来。不可能，卢西总是这样做的。于是，汤姆让自己相信，这实际上就是卢西，她回来了。汤姆欣喜若狂，他拥抱着狗，流下了喜悦的眼泪，感觉自己与一个失散多年的家庭成员团聚了。狗舔了舔他的脸，摇着尾巴，这是汤姆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。但当然，这并不是卢西。汤姆很快就会知道真相。当汤姆的父母看到汤姆和一只类似卢西的狗时，他们简直不敢相信，他们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。汤姆高兴得不得了，他的父母也为看到儿子如此开心而感到欢欣鼓舞，但他们也感到困惑，这只狗是谁？它从哪里来？他们同意让狗留在家里，并且支持了汤姆关于卢西回来的说法。但他们知道那不是真的，他们在附近张贴海报，希望有人知道这只狗是谁的。这会伤害到汤姆，但这是正确的事情。然而1周过去了，他们仍然没有听到任何迹象表明这只狗有主人，没有人联系他们或过来认领这只狗。与此同时，汤姆和这只新狗开始建立联系。父母意识到他们需要在为时已晚之前采取行动，所以下一天，他们决定带着狗去兽医那里检查一下。我们必须确保它没事。父亲对汤姆撒谎说，他们去了兽医那里，希望他能理清这个局面。但一旦预约开始，事情变得更加混乱。这个家庭用来看护卢西的是同一位兽医，所以当他们带着新狗走进去时，兽医感到惊讶。在父母迅速解释了情况后，兽医开始检查狗。家人们在期待中等待，但当兽医回来时，他们感到震惊。我不确定怎么说，但表面上这只狗看起来几乎和卢西一模一样。他说，父母们互相对视，最终问清楚具体是什么意思。兽医耸了耸肩，告诉他们，兽医不知道，他们需要等待检测结果。所以，一家人带着神秘的狗和坐在后座的汤姆回到了家。当汤姆看着他时，他意识到这不能是卢西。正如兽医所说的，你们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。但令他父母惊讶的是，他并不在乎。这不是卢西，他很高兴有了一个新朋友，但他是谁呢？家人回到家，汤姆的父母感到失望，他们仍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而汤姆对新狗感到满意。兽医告诉他们，检测结果将在几天内出来，也许会澄清事情。但汤姆等不及了，所以那一天晚些时候，他说服父母带着狗去后院的树林里散步。自从上一次寻找卢西时，他们再也没有回过那里。那个地方充满了不好的回忆。然而，他们返回了，不知道会找到什么，因为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，他们的新狗似乎知道森林里的路。它牵着绳子，坚持不懈地走着，不是想要逃离，而几乎像是它想要向他们展示什么。经过1个小时的散步，他们来到一棵树下，下面有一个凹槽的地方。他们发现那里有一大堆树枝、树叶和干草，就像有一只动物在这里生活，并故意做了一个床。这难道就是卢西住过的地方那3个月吗？汤姆问他的父母。汤姆的父母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在他们回答之前，电话响了。父亲惊讶地听到兽医在电话那头的声音。检测结果不是需要几天才能出来吗？但兽医打断了惊讶的一家人，用热情的声音解释说，他加快了测试，因为他对此感到好奇。接下来他说的话让家人震惊。你们不会相信这个，但这只新狗的基因与卢西有50%的匹配度。这只狗不是陌生人，因为它是你们老狗的直系后代。兽医向他们解释了整个过程，整个家庭无言以对。这怎么可能？原来他们家里的狗
是卢西的现在1岁大的孩子。卢西在离开时可能已经怀孕，并在她离开的那几个月里生下了孩子。这只小狗在独自长大，并像卢西一样找到了汤姆。汤姆和这只狗成为了形影不离的朋友，他给它取名为卢西。他们一起度过了每一个时刻。卢西似乎知道汤姆对他很特别，他对他温柔、耐心，并总是渴望和他一起玩。这一切似乎都是注定的。汤姆的妈妈笑着说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汤姆和卢西一起长大。他们在家后的树林中冒险，在花园里一起玩。卢西长大后比卢西还要大，但她同样美丽，并以母亲无法做到的方式帮助了她，就像卢西根本不想离开汤姆一样。她把一点点自己注入了女儿体内，这就是为什么她知道怎么独自找到房子，也是为什么她似乎已经知道谁是汤姆。看起来就像是卢西派她来照顾汤姆。汤姆和卢西有一种不可分割的纽带，就像汤姆与卢西分享的那种纽带一样。尽管他们知道卢西不是和他母亲一样的狗，但他们也知道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是独一无二的。有一件特别的事情他会做。卢西看到了汤姆对失去朋友的恐惧，并让他的愤怒完全消失。他再次想起，狗可以是世界上最充满爱心和忠诚的动物。汤姆还学到，有时候即使事情看起来不可能，也总有可能发生一些独特的事情。一个才4岁的小男孩站在路边，他一脸迷茫的样子，身边没有大人陪伴，他的面前只有一只巨大的狗狗。这只狗狗是要袭击这个小男孩吗？小男孩的名字叫约翰，他患有自闭症。约翰的父母在约翰3岁时就把他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幼儿园读书，但是没想到，这才是让他父母真正心碎的开始。他完全不能安静地坐在教室里，有时会无缘无故地哭起来，依旧毫无交流。1年半以后，约翰离开了那个学校。约翰的父母带着约翰去医院做了检查，约翰被确诊为典型的自闭症。当时评估出来他的认知能力发展只有1岁3个月。这件事对约翰一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没想到这世上会有一种疾病叫自闭症，它降临到了约翰身上，而且据说终身无法痊愈。约翰的父母开始反思，他们不想再把约翰送回到学校。约翰十分害怕与人相处，上学对他来说是种折磨。约翰一上学就哭，坚决着不去幼儿园。约翰的父母知道，约翰虽然不会表达，但是他对人的情绪感知很敏感，能够知道对方是不是抱有善意。如果对方抱有恶意，就只是皱皱眉头，他都会知道。在正常的孩子环境中，他这样的孩子就是被讥讽的对象。约翰不会表达，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，他唯一的表达就是哭泣。他们开始思考约翰的未来，约翰跟正常的孩子究竟差在哪里，而他们又应该如何去面对？因为约翰爸爸要忙工作养家，约翰妈妈决定一边带着约翰，一边自学自闭症的干预知识。约翰得了自闭症，身为母亲的他特别心疼，但辗转几次治疗都没有什么疗效。约翰经常一个人寂寞地坐在家里的地板上。约翰妈妈每次看到这一幕，总是忍不住落泪。后来听医生说，经过训练的宠物有可能会减轻孩子的自闭症。几乎所有的孩子对动物都有天然的亲近感，愿意与之接触。自闭症的孩子也不例外，并且与宠物的相处可以改善自闭症儿童的社交障碍，增加其社交行为，调适紧张情绪。而这在科学方面也已经得到了验证。在网上看到了很多自闭症孩子跟宠物友好相处的视频后，约翰妈妈就决定给儿子买一只狗来陪伴他。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约翰爸爸。经过这家人的努力，终于找到了一只训练过的拉布拉多，并且带回了家。这才有了刚开始的一幕。这天，男孩和平常一样独自出门，家人们在他身后悄悄跟着。在路上，男孩遇到了家人们提前为他准备好的狗狗，而约翰的家人在远处偷偷观望着，以免约翰和狗狗这边出现意外。结果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
第一次见到这个大家伙的时候，约翰很胆怯，但狗狗却依旧热情地围在约翰周围，做出各种卖萌的动作。慢慢的，约翰也开始和狗狗互动。约翰的父母在远处看到这一幕都非常激动。他们玩了一会儿，狗狗把爪子搭在了约翰肩上。起初，约翰爸爸害怕狗狗会伤害到儿子，约翰妈妈让他不要担心。果然，狗狗只是轻轻地拍了拍儿子的肩膀，就把爪子放了下去，然后继续和他玩耍。约翰爸爸这才明白，原来狗狗一直在鼓励儿子迈出那一步。经过玩耍，他们俩渐渐熟悉了起来。狗狗把头埋在了约翰腿下，而约翰温柔地摸了摸狗的头。约翰的父母看到这儿，再也忍不住哭了出来。这是儿子第一次做出如此亲密的举动，这个举动也让他们重燃希望。之后的日子里，约翰都跟狗狗相处得很好。约翰甚至开始能主动表达需求，变得可以生活自理了。要知道，约翰之前可能一个星期一个字都不会说的，他完全没有要求对方回应的意识，很恐惧跟别人有身体上的接触。但这些随着狗狗的到来都逐渐改变了。约翰现在喝水也知道喊热亮亮，吃药只需要把药丸递给他，自己就吃了，并且会倒水喝。他现在还会翻冰箱，把薯条从冰箱里拿出来，放在微波炉中热一下。约翰的父母把约翰一点点的变化都看在了眼里，他们经常会因为约翰的一点进步感动得热泪盈眶。经过几个月的相处，约翰的自闭症奇迹治愈，不仅每天在家开开心心，还经常告诉爸爸妈妈他和狗狗之间发生的趣事。他们一家人从心底感谢这只狗狗。约翰治愈后，狗狗要被带走，怀揣着满怀不舍，约翰还是和狗狗道了别。因为妈妈告诉他，狗狗还要去帮助更多生病的孩子。约翰妈妈一直坚信，平凡的坚持会给希望带来无限的光芒。约翰妈妈把约翰的故事发布到了网上，她这样做也是希望更多的自闭症患者还有他们的家人不要轻易放弃。他们一家的故事不仅激励了无数圈内家长，很多普通网友也被约翰一家的坚持和大爱所感染，表示要加倍珍惜生活，用心陪伴孩子和亲人。自闭症是一种由脑部发育障碍所导致的疾病，其特征是情绪、语言和非语言的表达困难及社交互动障碍。患者会对限制性行为与重复性动作表现出明显的兴趣。被诊断为自闭症的人存在2个明显症状：缺乏沟通与社交互动。其实，在很久之前，人们就已经知道动物对人的心理有抚慰作用，可以作为一种医疗的手段。当时的医学界已经逐渐意识到，动物对于人或许有减轻压力与陪伴的功能。2016年，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，养宠物有助于减轻父母抚养自闭症儿童的压力。研究表明，经过训练的服务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自闭症患者孤独感，缓解焦虑。动物的存在在增加了孩子们出现微笑、开怀大笑的次数，并有效减少了他们的哭喊、皱眉和抱怨的行为。它们还可以防止、制止自闭症儿童的过激行为，在情绪爆发时给予安慰，甚至在儿童有走失倾向时将其控制，并向监护人所在的方向带回。在一些特殊的教育学校里，老师会引进狗、豚鼠等小动物与学生们相处，以表扬孩子们的良好行为。而宠物狗或者宠物猫是一种更加安静的、可互动的伴侣动物，因此对于自闭症儿童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而且对父母来说也不需要投入太多精力。比起人类，小宠物带来的友谊或者更加牢固、更温暖。它不对朋友做任何要求，一直全心全意的陪伴，也难怪会打开自闭症孩子孤独的心了。在寒冷的冬季，孩子们户外活动的机会减少，经过一天的紧张学习，如果回家有一个毛茸茸的小家伙，睁着2只圆溜溜的眼睛，欢快地看着他，追着他，相信孩子不太会再闹脾气，或者无聊地玩自己的手机了。如果条件允许，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喜好，给他找个温顺的动物伙伴陪陪他。一位女子的狗狗离世之后，她终日愁容满面。一天，一只气球竟突破重重阻碍飘进了她的家中，随后竟突然降到她腿部，接着慢慢升起，将她从上到下亲吻一遍，让女子瞬间泪崩。因为从前那只可爱的狗狗最喜欢亲吻她，
其实，狗狗与人类的关系十分微妙，日常生活里看似是人类在照顾它们，实则它们也在默默守护着人类。一位刚刚学会走路还没有多久的小宝宝，由于一些原因和父母走失了，他有些迷茫地走到街上，咧着嘴，似乎快要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就在这时，他遇到了一只小流浪狗，不知为何，这一人一狗立马对上了眼缘，玩到了一起。在草地上一起玩了一会儿之后，小男孩意识到自己要去找爸爸妈妈，于是便要离开。看到他要离开，狗狗眼神里透露着担忧，自己一个长着尖锐牙齿的小狗狗，独自生活时尚且有些害怕，这个小娃娃一个人走，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危险的事情。为了以防万一，狗狗当机立断跟着小宝宝一起走。他们一路走走停停，但小狗始终围绕在宝宝身边，不让任何人靠近，甚至有时前方有些小石头或者瓶子之类的障碍物时，为了害怕宝宝摔倒，小狗还会贴心地将那些东西叼走。他们就这样一直走，直到一位遛狗的好心人发现了不对，于是他开始帮着宝宝挨家挨户地敲门，想要找到他的家。可惜一顿猛找之后并未有什么成果，于是女子就将宝宝的照片发在了社交媒体上，呼吁大家一起帮忙找他的父母，并联系了警方。此时宝宝的父母焦急万分，当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，激动的直接落下了眼泪。他们赶紧前去接宝宝，当他们看到宝宝时，宝宝有了一瞬间的惊喜，但之后似乎又被不舍所淹没。警方向宝宝的父母讲述了狗狗的英雄事迹，他们十分感谢狗狗的帮助，宝宝更是拽着妈妈的手，一直黏在狗狗身边。不过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宝宝的家庭并不能收养这只狗狗，但好在最后警察们决定将这个正义感爆棚的狗狗收养。其实，狗狗对小朋友有着天然的爱护。这不，美国也发生了一件狗狗保护小孩子的事情。此前，美国一名3岁的女孩子意外失踪，让父母十分着急。警方加大搜寻力度，增派了100多名警力，还有2架飞机彻夜寻找。殊不知，此时的小女孩在玉米地里看着星星。很多人或许不相信，一个3岁大的女童独自在荒无一人的玉米地里，难道不会害怕吗？怎么还会有闲情逸致能去看星星？其实，虽说当时周围荒无一人，但是女童有一个十分忠心的护花使者狗狗西斯，而女童的家人和警察在玉米地里搜寻着，他们焦急地呼唤。妈妈表示，在玉米地里行走的时候，感觉那些叶子像刀片一样割在自己身上，作为大人都难以忍耐，更不用说一个孩子了。夜越来越深，大家搜寻的心也越来越着急，女童却已经在狗狗的陪伴下进入了甜美的梦乡。直到早晨，大家才在距离家半英里左右的玉米地里找到了女童。当被抱起来的时候，她还睡得正香。此时的女童浑身脏兮兮地，但是脸上没有一丝的恐惧。后来谈到此事，她的母亲表示，正是因为有了狗狗的陪伴，所以孩子即使一个人呆着的夜晚也并没有那么可怕。后来，当妈妈询问小小的女童时，孩子表示自己并不害怕，因为有胖胖的西斯一直陪伴着自己。狗狗不愧为人类最忠实的朋友，它们不遗余力的陪伴，给了许多人在绝望中赖以生存下去的希望。对于狗狗而言，你照顾我长大，我便照顾你的孩子长大。这份互相之间的恩情和体贴，或许就是人类与狗族多年友好相处的关键所在吧。